有次下大雨，我在家门口摔了一跤，人倒是没事，但手机屏幕给我做裂了。想起前不久不小心摔坏了我妈的手机屏幕，赔了她200多，我心里就一阵痛。我觉得这样子下去不行，得想办法要我妈出钱。我妈那时候在追一个剧，每晚8点必定回到家，坐在沙发上一动不动看2小时。于是我就把手机放在我妈常坐的那个位置上，再用沙发套盖住。为了确保我妈能够准确的坐在我设置的陷阱上，我特地把沙发的其他位置都用衣物堆了起来。一切准备就绪，我就回到房间装睡，故意不关房门，从我的那个角度能够全程观察我妈上当。假如成功，我就可以顺利的栽赃在她头上，让她帮我换屏幕了。假如不成功也没事，我就起床把手机拿回来，找个机会再说。8点的时候，我妈准时回到家了，喊了2声我名字，我故意不答应，她就跑到客厅去看电视了。我妈放下包，用遥控器按开电视，就惬意的坐在沙发上了，估计是觉得硌得慌，起身一把就掀开了沙发套，然后发现了我放在下面屏幕碎掉的手机。这个手机怎么那么脆的，一坐就碎了。接着我妈就把手机放在茶几上继续看电视，丝毫没有影响到她的心情。我抑制住自己没有笑出声，心想再等半个小时我就可以假装睡醒找手机了，一切水到渠成。谁知道装睡装得太认真，不小心真的睡着了。第二天早上我妈叫我起床，我想起昨天的事情，心情无比的澎湃，但还是装作毫不知情的样子说，妈现在几点了？我手机放哪里了？结果我妈反而皱着眉头教训我，叫你乱放，现在又找不到了吧？我见我妈不主动说赔偿的事情，我心想她还在那装呢，我就提醒她说，昨天晚上把手机放在沙发那里了，你看一下沙发有没有？然后我妈说哪这么麻烦，给你打个电话不就行了？我嘴上很自然的说可以，但心里在想，你赶紧承认吧，你这闹哪出呢？结果下一秒可怕的事情发生了，手机铃声从我背后传了过来，我妈一把将手机从我枕头下掏了出来，一脸震惊的对我说，你看看你睡个觉这么不小心，把手机压成这个样子。我被反杀了。因为我大学是在本地念的，所以回家只要半个小时的车程。我妈知道我要回来后，特地给我做了顿丰盛的晚餐。吃饭的时候，我跟我妈说明天阿志要来我们家住2天。我妈立刻就停下了手头上的工作，警惕地问我是哪一个阿志。我说就是我们寝室上次来过那个。我妈听到后连忙站起来跑到我房间，把新洗的床单给撤了，换成上一次的床单。我对我妈表示理解。要知道阿志第一次来我家过夜的时候，我妈死活不相信那是人类的脚臭，硬觉得我们是在房间炖屎玩。我妈换好床单后又关心地问我这2天顶不顶得住，记得刚住进寝室那会还以为是厕所反臭，我就买了几包针织棒给社管大爷，连哄带骗让他来帮忙通厕所。大爷带着工具汗流浃背干了一上午，针织棒也吃了不少，但什么也没捞上来，可能是不想把剩下的针织棒还给我了。又吃了几根后冷静了片刻，最后把臭源锁定在一盆泡着的袜子上。最后大爷深吸一口气，壮着胆子把头伸过去闻了一下，差点翻白眼。捞厕所的时候表情都没这么膈应人。原来这一切的臭源都是来自阿志的脚臭。正当我们纷纷指责阿志的，阿志不屑地瞥了我们一眼，然后狡辩，你看床上二哥都没说什么，就你们事多。我们齐刷刷地看了一眼卧床不起的二哥，心里充满了同情。二哥肯定是被熏晕了。没过多久，寝室的名声和阿志的脚一同臭名远扬。更过分的是，有人还把楼层的垃圾桶推到我们宿舍门口，说要压一下屋里散出来的味道。记得平安夜那个晚上，我们宿舍在讨论要不要把阿志穿过的袜子挂在床头，这样就能把塞礼物的圣诞老人给迷晕，那时候礼物就可以随便挑了。这时候同学阿峰来串门，脸和脖子都是红的，看来是有点醉了。阿峰和领导慰问似，有一句没一句的绷着脸跟我们硬聊了5分钟，最后实在忍不住冲了出去。阿志对这个行为百思不得其解，突然想到什么，一拍大腿说，这家伙不会游戏输了过来大冒险吧？这也太侮辱我们宿舍了吧！说着就穿了拖鞋跑了出去，想找他们理论一番。不一会儿，阿志硬着脸回来了，躺在床上骂人。我幸灾乐祸的问他，不会真的是大冒险输了吧？他一脸愤怒的说，他说他喝多了吐不出来，多亏了我的袜子吐出来好受多了，比抠喉咙还好。那个宿舍也为他们的行为付出了代价，因为那天晚上阿志的到来，他们整个宿舍一晚上你们睡。小学有一天放学回家，路上我爸突然和我说不放心农村的教育，下个星期要托教育局里的二伯让我转到县里最好的小学。那一晚上我激动的睡不着觉，脑海中幻想出了一幕幕踏入新学校的场景。美丽的女老师站在门口拍着手欢迎我的到来，新同学们都列队欢迎，其中几个漂亮的女生手捧着鲜花，两边搀着我在热烈的掌声中走进教室，周围还有人为我敲锣打鼓，说不定还得让我上台演讲一下，毕竟我可是当官请来的，不像现在这个烂学校，受同学欺负还被老师罚站。提起欺负我就不平静了，这马上都要转学了，这仇不能不报，反正老师也管不了我了。天亮我就起床了，书包里塞了块砖头，觉得不放心，又偷了我哥的3节棍别在腰里，想想还得穿着有范一点，我就把我爸的军大衣给穿上了，还刚好把3节棍也盖住了。出门的时候还顺手偷了5个鸡蛋做防身暗器。进到班里，我先大声的宣布我要转学的消息，然后在同学们震惊的眼神中，我来到了欺负我的同学面前，一手掏出砖头，一手指着他鼻子骂，没见过我这个样子，被吓得发抖。我看他应该不敢吱声，我就撞了撞他肩膀，然后神气的刮了刮鼻子，
这时候老师进来了，一看我的样子，还以为我发疯了，有点慌的对我说：“你先把砖头放下好吗？不然我告校长开除你。”我当时就笑了，什么开除我？明明就是我不想待在这个破学校了，我就要转学了，不就是告校长吗？这次我亲自去找他，我昂首走到了办公室，办公室里只有校长在写东西。校长看到我进来后对我说：“你先去旁边站会儿。”然后跟我说：“你又犯了什么事情？”开什么玩笑，让我站会儿？你也不看看你是谁？我上去就用手摸了一下他地中海，然后跟他说：“你在跟谁说话呢？”当时校长吓得差点摔倒，一下子跳起来拍桌子就骂：“兔崽子，你造反啊！”看他那样子想动手，我一下子扯出了我的3节棍，学电视那样甩了10几下，有好几下还砸到了自己脑门上。不过还好我还撑得住，眼冒金星的我哈哈大笑，我都要转学了，我就来讨个公道，一个地中海还敢欺负我啊！当时校长气得上来就要抢我3节棍，当时神雕侠侣也没看少，一通落叶缤纷棍下来，我和校长头上都出了几个大包。校长他急了，跑到食堂喊人了，但是晚了，等到那几个厨房大叔拿着海面杖和菜勺出来的时候，我已经跑了，只留下5个鸡蛋。之后江湖一直流传着我5蛋大侠1打5一蛋没碎的传说。回到家我问我爸转学的事情怎么样了，结果我爸跟我说：“我今天去问过了，要3000块钱转学费，还得考试，每门要考到90分才能进。想想你最好的成绩才50多，还是算了吧。”我当时脸都绿了，豆大的汗珠直接从脑门流了下来。后来就不说了，只记得我爸把家里准备过年的猪杀了，砍了一半下来，用扁担一头挑着猪，一头挑着被打了个半死捆好的我，去学校求了1天的情，我在学校门口挂了1天。不知道你们高中的时候老师喜欢叫人起来回答问题吗？我高中新来的班主任特别喜欢，其实他不知道同学的名字，只能叫那个谁，每次都搞得全班一惊一乍的，真怕点到自己，整个班都苦不堪。细心的我却发现，这么多次里面唯独只有二哥从来没有被点名起来回答过问题。那天我为了请教这件事情，特地买了2包辣条给他，他才把自己的心得体会告诉我。他举了一个例子，他说当老师叫第8排的那个同学起来回答问题时，你一定要保持冷静，第8排那么多同学不一定是你，这时候不要乱看，一定要稳住呼吸，因为只要你眼睛一动，老师就会注意到你的位置，所以只有表现出若无其事的样子，老师才不会注意到你。而与此同时，其他同学沉不住气就会露出马脚，然后被老师锁定目标。我听到这十分震惊了，没想到二哥吃了口辣条后又继续对我说，接下来加大难度，假如老师说的是第8排戴眼镜的那个同学，这时候我们就要分析了，老师叫的是戴眼镜的同学，关键词要圈起来，戴眼镜。然后一般的大佬可能就慌了，但你不能激动，只要默默的把眼镜取下来，这样你就不是戴眼镜的同学了。同理可得，那个穿黑色外套的同学，那个穿红色袜子的同学，那个穿蓝色秋裤的同学，那个头戴绿帽的同学，甚至那个脸上长大痣的同学，都可以用这个方法解决。当然抠痣的时候可能有点痛，你千万不要叫出来。所以遇到问题一定要保持冷静，找准关键点，才能从容解决问题。我听完之后深受启发，觉得自己以后再也不用担心被提问问题了。想到这里，我脸上露出了放肆的笑容。结果当天我就被老师点名起来回答问题。突然想起二哥的教诲，他虽然没有告诉我这种直接点名的局面怎么破，我可是王的男人，从来都能领悟超出教学之外的理解。我只用了0.3秒就知道该怎么回答了。老师，我刚才已经改名了，我现在叫张铁柱。哎，陈校长，刚才班主任叫我办理一下退学手续，你知道在哪办吗？铁子们不要想歪门邪道啊，一定要好好学习，认真回答问题，不然神仙都难救啊。